这是一个无比悲伤的故事，因为贫穷和选择错误，他的生活充满无数坎坷。他叫泰斯，一贫如洗的家，父母一连生了5个孩子，眼见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，酒鬼父亲决定让泰斯去投奔远房亲戚。尽管泰斯极不情愿去到陌生的环境中，但是他还是穿上最漂亮的衣服，坐上马车来到100里外的亲戚家拜访。泰斯还未踏进亲戚家的大门，就被这气派的庄园所震惊。他突然想放弃，正当他退后想返回家之时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花园走过来。泰斯表达了前来认亲的想法后，男人显得非常的高兴。他说他就是庄园主的儿子，也是泰斯的表哥。表哥热情地接待了泰斯，并邀请他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暗示表哥看向泰斯的眼神多少带着一些不怀好意。就这样，连庄园主的面都未见上，泰斯就回到了家中。不久，他们便收到庄园主的来信，他们邀请泰斯去农场管理鸡舍，不仅管吃管住，还会每月发1次薪水，甚至会帮他的家里先买1头牛。泰斯的父母极其的高兴，在和父亲告别的时候，父亲没有一句关心的话语，却意味深长对泰斯说道：我的女儿越来越漂亮了，亲戚家有一个适婚的表哥，你如果能赢得他的欢心，我们一家就有救了。表哥亲自前来迎接泰斯，路上表哥丝毫不顾泰斯的安全，故意摇晃着马车，趁马车颠簸之时，表哥强吻了泰斯，并做着一些轻浮的动作。泰斯故意把帽子扔下马车，当他下车捡起帽子后，他宁愿步行也不再坐上表哥的马车。刚到农场的泰斯就开始工作，一起干活的大婶告诉泰斯，这家农场主其实并不是贵族，几年前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，购买了一个贵族的姓氏而已。当泰斯第一次见到农场主时，他才发现自己被所谓的表哥欺骗，因为夫人失明多年，写信到他家的并不是农场主，而是表哥。往后，表哥经常来到机场找泰斯，表哥甜言蜜语地关心着泰斯的生活。尽管他知道眼前的男人骗了他，但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环境，也为了能让弟弟妹妹们吃饱饭，泰斯继续留了下来。一天，干完活准备回去休息的工人们一路上开着胖大婶的玩笑，可胖大婶偏偏辱骂着泰斯，因为他早已看不惯男主人对泰斯的偏爱。就在胖大婶准备动手之时，表哥的出现替泰斯解了围。表哥让泰斯坐上他的马背，在工人们的一片嘲笑声下，他们击尘而去。他们漫步在森林中。表哥说，上周他为泰斯的父母送去了1头牛和50磅现金，让泰斯安心待在庄园工作，并向泰斯正式表达了喜欢他的心意。16岁的泰斯对此却感到一丝恐惧，一不小心便把表哥推下了马背。看着表哥头部撞击到了树根，泰斯后悔自己鲁莽的行为，表哥趁机一把搂过了他，接着不顾泰斯的反抗，表哥强行占有了泰斯。往后的生活，表哥时常送给泰斯名贵的华服，他把泰斯装扮成贵妇的模样，可泰斯却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，他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。特别是夜里，表哥醉酒后敲门的声音让泰斯无比的绝望。泰斯决定放弃一切，回到贫穷的家乡。表哥还是追了上来，无论如何劝说，泰斯执意要回到父母身边。回到家乡的泰斯再次过上了田园生活，可他不再敢靠近任何男人，因为回来不久后，他生下了和表哥的孩子。泰斯忍受着旁人的闲言碎语，独自抚养着孩子。可在一个大雨磅礴的夜里，年幼的孩子发着高烧，一直不满女儿未婚先孕的父亲拒绝医生进他的家门。泰斯整夜为孩子祈祷着，可不幸的是，天亮后，孩子还是永远离开了他。没有名分的孩子死后，就连牧师也不愿意为他的孩子祈祷。泰斯独自埋葬了孩子。隔天，泰斯决定离开这个没有任何温度的家，来到农场寻找到一份挤牛奶的工作。这里的主人非常的友好，工友们也很好相处，他们不会打听对方的私生活，吃饭也能和主人在一起。一个在农场学习的年轻人名叫克莱尔，他多愁善感，学识渊博，是农场里所有女孩们的梦中情人。正在干活的泰斯被克莱尔忧伤的竖笛声吸引，他们第一次相互打了招呼。而泰斯不知道的是，克莱尔早就注意到了他。周日例行教堂的祷告活动，姑娘们结伴而行，可严重积水的道路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为了不弄脏他们最好的礼裙，他们艰难而行。恰好克莱尔骑着马迎面走来，克莱尔主动要求帮助姑娘们趟过积水，克莱尔以此把姑娘们抱到安全地带。轮到泰斯时，泰斯拒绝了克莱尔的帮助，直到克莱尔说，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近你。就这样，他们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。往后的日子，他们彼此相互吸引，克莱尔也毫不隐藏自己的感情，他迫不及待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在家门口，他遇见了一直暗恋着他的发小。刚到家的克莱尔就向父母坦白，他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女孩，他想和那个女孩走完这一生。可父母听说了泰斯是一个挤奶工后，坚决表示反对。在他们心里，刚才遇到的发小就是他们心中儿媳的最佳人选。
可克莱尔心意已定，即使得不到家人的认同，他也坚持要和泰斯在一起。返回农场的克莱尔向泰斯求婚，泰斯的内心五味杂陈，自己不堪的过往让他无比的自卑。拒绝克莱尔后，泰斯心痛到干活都双手颤抖，他不想错失所爱，于是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想告诉克莱尔。如果克莱尔看到信上的内容，依然选择和他在一起的话，泰斯就会答应克莱尔的求婚。泰斯把信塞进克莱尔的房间门口，一整夜他都守候在克莱尔的房前。隔天，当克莱尔醒来看见泰斯后，他一个意味深长的拥抱让泰斯悬着的心突然放了下来。他们自由自在在山野里狂奔。可当泰斯为克莱尔采了一束鲜花，来到他的房里插好后，准备下楼的他却发现自己写的那封信被夹在地毯里。克莱尔根本没有打开它。婚礼还是如约举行，泰斯怀着复杂的心情接受着牧师和工友们的祝福。为了婚后的生活不被人打扰，克莱尔还租下一栋舒适的房子，布置好了漂亮的婚房。对于即将到来的幸福，他们都无比的满足。克莱尔准备了烛光晚餐，并送给泰斯一串价值不菲的珠宝。泰斯被克莱尔所做的一切感动到无比愧疚，他忍不住向克莱尔坦白自己被表哥侵犯并生下过一子的过往。克莱尔听后顿时变得异常冷漠，他丢下了泰斯，神情恍惚地走到外面。泰斯追了出来，不停地给克莱尔道歉，可克莱尔只对泰斯说了一句：“你再也不是我爱的那个泰斯了。”第二天，泰斯决定离开克莱尔。克莱尔对泰斯说，在他没整理好这份感情前，希望泰斯不要去打扰他。随后克莱尔也离开了这伤心之地。另一边，泰斯独自走在乡间小道，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。18世纪，社会提供给女人的工作非常的少。天色暗下后，泰斯打开简单的行囊，天当被，地当床，就这样度过了一晚。天亮后的他继续赶着路，不料在路上，泰斯遇见了曾经在表哥家里工作过的男人。男人一路说着轻浮的语言，尽管泰斯一直避让着他，男人还是那不堪的往事不停地羞辱着他。直到天黑，泰斯才走到儿时朋友的家里。朋友看上去处境也十分艰难，但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泰斯。朋友表示，只要泰斯住在这里，就不会饿着他。第二天，朋友带着泰斯来到他工作的地里收红薯。尽管收入微薄，但是朋友说只要他们努力，也能勉强度日。不料这个农场的管家就是昨天路上遇到的那个男人。男人处处为难泰斯，当泰斯回备他后，男人扬言要开除他们两个。隔天天还未亮，泰斯穿戴整齐，为了不连累朋友丢掉工作，他偷偷地离开了朋友的家。几年后，表哥得知了泰斯的处境，一直在托人寻找着他。当泰斯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干着男人干的活时，表哥终于找到了他。表哥告诉他，看在泰斯为他生了一个孩子的份上，表哥愿意继续帮助他。可泰斯依旧选择了拒绝，一直看着泰斯工作到深夜，表哥也没有离开。看着泰斯态度坚决，表哥被激怒，他对泰斯说，没有他驯服不了的女人。这些年，泰斯不停地给克莱尔写着信，可是他一直未得到克莱尔的回复。直到泰斯父亲病重，泰斯回到家乡安葬了父亲。当他们回家之时，却被告知父母唯一的房子被表哥收购变卖。表哥威胁着泰斯，如果他再不答应跟他，泰斯只能让他的家人流落街头。母亲将所有家当全部搬到废弃的教堂里。夜里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只能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看着沦落到如此地步的一家人。泰斯不禁感叹命运的不公。1年后，克莱尔回到了父母的家中，他第一次打开泰斯这些年寄给他的信件。克莱尔豁然开朗，他急忙找到泰斯曾经的家，可以世人去镂空。牧师告诉克莱尔，他有泰斯母亲的地址。随后克莱尔找到泰斯的母亲，母亲告诉克莱尔，自己的女儿过得很好，希望克莱尔不要再去打扰她的生活。克莱尔并没有打算放弃，他在此央求着泰斯的母亲。泰斯母亲想着自己苦命的女儿，突然变得心软。在南部海边的一个小镇旁，克莱尔怀着忐忑的心敲响一座小楼的房门。开门的是女佣，女佣上楼去通知泰斯。克莱尔的内心五味杂陈。当泰斯缓缓走下楼之际，望着眼前忧郁的爱人，克莱尔不禁心生怜惜。泰斯谎称是表哥在最为难时帮助了他和他的全家，希望克莱尔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。克莱尔失望的离去，爱人的到来让平静已久的泰斯心里泛起涟漪。看着餐桌上的餐刀和表哥命令式的语气，泰斯若有所思。不一会，泰斯换了装，急匆匆地跑下楼。女佣感到无比的好奇，当她发现楼上渗透出血一样的物体时，她意识到了主人可能已经遇害。火车站即将启动的列车，泰斯出现在克莱尔的眼前，他们深情相拥。泰斯一脸疲惫，克莱尔看见他衣角的血渍，此时的他不再选择逃避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不想再离开泰斯。
他们汽车选择了步行，累了就在小河边休息。他们一路逃到新婚居住过一夜的房子，房子大门紧锁，克莱尔砸破窗户，屋里的陈设一切如故。克莱尔细心地脱下苔丝的鞋子，不停地给他说着抱歉的话。随后他们度过了美好的一晚。隔天天刚亮，赶路疲乏的他们还在睡梦之中，听见了房外有响动，同时老人打开了门缝，看到了床上的他们。克莱尔看到匆忙离去的老人，感到十分不安，他担心自己会马上失去苔丝。他们继续朝着东方行走。克莱尔说，走到边境，他们就有生的希望。直到夜里，实在走不动的苔丝想停下来休息。苔丝深知自己被抓的可能随时会出现，他紧紧拥抱着克莱尔。天刚未亮，克莱尔看见晨雾中向他们靠近的奇景，他欲上前叫醒苔丝，可一转身，另一批奇景也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克莱尔此时唯一的希望是想让爱人多休息一会。1个月后，苔丝在他的家乡被执行绞刑。